乌克兰大规模空袭，沃罗涅日大型油库复燃，俄罗斯又一飞机工厂遇袭，生产线被摧毁。乌军战机参战频率增加，摧毁俄第29集团军指挥部。乌俄最新战报：库尔斯克乌军多地反击清除俄军装甲纵队。西瓦尔斯克乌军第10独立山地突击旅覆灭俄军大型冲锋队。俄军想要攻克红军村，伤亡可能超过巴赫穆特战役的10万人。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至少需要20万欧洲维和人员来实现停火。精彩资讯马上开始。为了继续削弱俄罗斯战争潜力，乌军于1月21日深夜对俄罗斯炼油厂和军工厂发起了一系列无人机袭击。首先是必定打击的俄罗斯油库。据乌克兰总参谋部报告显示，位于沃罗涅日利斯基的油库再次遭到乌军无人机的袭击。1月16日，乌军无人机首次袭击当地油库，燃起大火。如今1月21日，乌军又向这里发射了超30架无人机展开袭击，导致当地利辛斯卡亚炼油厂刚熄灭的大火再度燃起。沃罗涅日州州长亚历山大·古谢夫随后发布声明称，俄军的防空和电子战系统击落了全部来袭的乌军无人机，但其中一架无人机碎片不幸撞上油库，引发火灾。乌克兰总参谋部指出，该炼油厂专为俄军部队供货，目前详细战损有待进一步确认。其次，乌克兰总参谋部报告说，乌军无人机还袭击了俄罗斯斯摩棱斯克航空工厂。据地理定位录像显示，在无人机抵达后，斯摩棱斯克航空工厂的生产大楼传出巨响，随后燃起了大火。对此，斯摩棱斯克州州长瓦西里·阿诺辛声称，俄军击退了乌军无人机的袭击，但坠落的无人机碎片引发了火灾。乌克兰反虚假信息中心负责人安德烈·科瓦连科中尉则发文称，斯摩棱斯克航空工厂专门负责生产现代化升级和维护俄军战机，使其保持作战能力。同时，该工厂还与俄罗斯国防综合体的其他工厂密切合作，为俄军生产巡航导弹。3年以来，俄军空袭破坏乌克兰境内设施，使用的苏25战机、KH-55和 KH-59导弹都是在这里制造维护的，因此该工厂成为了乌军无人机乃至导弹的重点打击目标。值得注意的是，俄军铠甲防空系统在拦截来袭的乌军无人机时造成了额外事故。据现场流出的画面显示，俄军防空导弹在拦截过程中偏离轨道，直接打中了当地的一栋公寓楼，现场随即发生剧烈的爆炸。目前俄方尚未做出回应，详细的损失有待进一步确认。最后，据俄罗斯反对派媒体 ASTIA 报告称，1月21日，乌军夜袭了卢克石油公司位于萨拉托夫市的萨拉托沃格辛特斯化工厂，随后在化工厂周围响起了数起爆炸声，并伴随着大火。目前俄方同样未回应此事，详细的战损有待后续卫星数据的披露。俄罗斯国防部21日通报称，俄军防空部队在布良斯克、罗斯托夫、斯摩棱斯克州、沃罗涅日州、库尔斯克州等地拦截并摧毁了55架乌军无人机，拦截和击落了4枚铁锤制导炸弹、6枚海马斯火箭弹。当然，乌军空袭自然也没有放过前线俄军。乌克兰总参谋部报告说，乌军于1月21日袭击了位于顿涅茨克州沃尔诺哈瓦村的俄军第29联合武装集团军指挥部。目前乌克兰当局正在澄清袭击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第29联合武装集团军的部队目前正在库拉霍沃西南的扬塔内至泽列尼夫卡一线行动。若是第29联合武装集团军的指挥体系被乌军瓦解，那必然会影响前线俄军推进速度。而且在此之前，乌军就已经摧毁了俄军第2、第8联合集团军和第3军团的指挥部。可想而知，接下来顿涅茨克俄军的后勤和作战规划必将会出现混乱。此外，有更多视频显示，乌军战机开始更多参与作战，双方制空权争夺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不仅频繁向俄军阵地投掷制导炸弹，还为乌军地面部队提供了空中掩护。库尔斯克地区乌军反击打得有声有色，在苏贾东南部，乌军第79旅夺回了马赫诺夫卡的全部阵地。在苏贾东北方向，乌军第82和第95空突旅在波格列布基和新索罗齐纳方向推进了约2公里左右。第6游骑兵团则在利奥尼多沃东部3公里处对俄军第34摩托步枪旅的阵地发起了攻击，详细战况有待进一步披露。在维克托罗夫卡和尼科尔斯基村西部，乌军第36海军陆战旅在击退俄军攻势时，还摧毁了俄军2辆 BMD-2、1辆 BMD-4 步兵战车以及1辆 BTRMD 装甲运兵车。此外，在库尔斯克其他地方，乌军也相应发起反击。
如军第47机械化部队和邻近的乌军部队一起攻向了整修中的俄军第155海军步兵团和俄空降部队，又或是乌军第17重型机械化旅击毁了2辆俄军装甲车，即使车上乘坐的俄军突击队汽车逃进树林，但由于冬天树叶凋落，无法提供足够的遮掩，最终被乌军无人机全部清除。顿涅茨克州地区在北部西维尔斯克方向，俄军为了打开战局，出动了4辆 BMP-2 装甲车和50辆摩托车组成冲锋队，同时安排29架无人机充当空中支援，对兹瓦尼夫卡村这个西维尔斯克大门进行了快速突袭。只不过俄军这支装甲纵队虽机动性十足，但缺乏防护力，在冲锋过程中就先被乌军第10独立山地突击旅打爆了俄军装甲车。紧接着乌军发射无人机、火炮，同时安排轻重机枪、狙击手等杀伤性武器，组成密集火力网，就收割了这支俄军机械化部队。据悉，除一名战俘外，进攻俄军全军覆没。恰索菲亚尔和托列茨克战局情况差不多，乌军通过局部反攻取得了一定效果，收复多个阵地。但考虑到俄军的不断增兵，这只是拉锯战中的微弱胜利，尚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战场态势。如据乌克兰卢甘斯克部队集团发言人德米特罗·扎波罗热茨上校1月21日报告显示，俄军第299空降团、第200摩托化步枪旅以及伊斯帕尼奥拉支援旅和车臣的舒斯特里分队开始趁着大雾天气集结，并袭击恰索菲亚尔耐火材料厂、南部斯图波奇村和东北部奥里霍沃瓦西利夫卡村。红军村方向，乌俄两军都在尽自己最大努力向前推进。据发布的地理定位录像表明，乌军已沿红军村西翼调集预备队，并沿着 T0406 高速公路进行反击，收复了科特林南部失去的阵地。同时，乌军还夺回了舍普琴科附近的锂矿。俄军方面除了占领泽列内和维多纳斯村外，其他战线并无明显变化。不过1月21日，俄罗斯陆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访问了一个未指明的俄军坦克师前沿指挥部，很可能是第90坦克师。同时听取了俄中央集团军司令安德烈·莫拉德维切夫上将和其他未指名指挥官的报告，虽然内容我们无从得知，但紧接着战场上就传出俄军先锋部队开始向谢尔西夫卡方向发动攻击行动。如果消息属实，就说明俄军有绕过红军村企图，因为目前俄军在红军村战场共集结了5个集团军，即新到的中央军区第2和第41集团军、南方军区第8和第51集团军、东部军区第18机炮师、第39独立近卫摩步旅以及第119导弹旅、格鲁乌第3、第24特战旅等独立部队。但由于乌军在红军村构筑了坚固防御阵地，同时安排重兵不断防守反击，并利用无人机远程炮火杀伤俄军的有生力量与军事装备，因此俄军想要攻克该城所付出的伤亡代价很可能会超过巴赫穆特战役10万人的伤亡。库拉霍方向1月21日，乌军组织装甲小队分批次对达赫内和泽列尼夫卡的俄军发起了防守反击，而俄军在被打退后，目前正动用无人机阻击乌军攻势。如俄军第39摩托化步枪旅的无人机操作员正在攻击苏西亚利乌军目标，第68侦察营的无人机操作员则在打击达赫内的乌军。总之，由于精锐部队总被抽调到红军村，导致该方向战斗强度有了明显的减弱，战场处于阵地战、消耗战、拉锯战当中。乌南第聂伯河方向，俄军的渡河之战目前没有发生，双方的日程就是使用火炮和无人机互相轰炸。在克里米亚，据1月21日发布的卫星图像显示，塞瓦斯托波尔的贝尔贝克机场为了不遭到乌军远程打击，已经建造了额外的保护壳。1月21日，乌克兰发布的数据显示，俄军新增伤亡1600人，损失坦克12辆、装甲车23辆、火炮60门。再看其他消息，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至少需要20万维和人员来实现停火。综合基辅邮报和路透社报道，泽连斯基1月21日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小组讨论中表示，如果与俄罗斯达成停火协议，至少需要20万名欧洲士兵在乌东前线担任维和人员，以防俄罗斯在达成停火协议后对乌克兰发动新的袭击。同时他还提到，达成停火的最好方法就是让乌克兰加入北约，只不过仍有一些国家反对，如匈牙利、斯洛伐克等。此外，泽连斯基还呼吁欧洲考虑特朗普要求的将国防支出提高到 GDP 的 5%。 他表示，欧洲必须让自己强大起来，才能为自己和他们提供安全保护。目前基辅方面正努力安排泽连斯基与特朗普会面，因为特朗普此前承诺，如果他当选美国总统，将迅速结束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战争。但这位美国新总统几乎没有透露他结束战争计划的细节，仅只是表示基辅和莫斯科都必须做出让步，才能达成和平协议。
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加沙停火协议的第一阶段已于1月19日正式生效。与以往不同的是，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拜特哈嫩，这里曾属于以军的重点打击地区，几乎每天都会有空袭或者炮击。如今双方已不再交火，这也就意味着这次停火协议得到了有效执行。而且根据该协议，以军还在加沙地带做了新的部署，其中第99师逐步撤出加沙中部的内扎里姆军事走廊，第162师将负责针对加沙北部的防御，第143师将负责加沙地带南部，主要驻扎在连接加沙和埃及的费城走廊，直到停火协议全面结束。对此，以色列表示，这是该国首次在非军事阶段在加沙周边地区部署2支正规师。此外，以军也将会在加沙地带65公里的边境处新建14个哨所，使之成为新防御体系的一部分。同时，以军还在双方边境加沙境内一侧设置了宽约700米的军事缓冲区，而且在5个战略要地缓冲区的宽度范围一度达到了1.2公里。除新的战略部署外，双方停火协议第一阶段的另一重点就是交换被扣押人员。按照规定，哈马斯必须在6周停火期间释放33名以色列被扣押人员，而以色列则需释放相应数量的被关押罪犯。截至目前，以方已确认收到3名被扣押人员。如果后续的交换流程一切顺利，在该阶段结束后，将会继续第2阶段、第3阶段协议。同时，埃及与加沙之间的拉法口岸也将重新对外开放，世界各国可借此恢复对加沙地带的援助。据洛马公司表示，当前的 F-35战机主要使用 Jet A1 航空用油，未来的闪电2型机将可使用新形态的永续航空燃油，可同时满足各军种提出的可靠性和任务要求，并有效减少战机的燃油消耗与碳足迹。值得一提的是，挪威已率先在 F-35战机的燃油中供应了60%的永续燃油以及40%的生质能，且在本月中已正式进行了试飞，验证了 F-35战机使用永续燃油的可行性。随后，挪威国防部发表声明称，燃油中的生质能主要是由农业和林业的原料副产品等材料制成，亦可从空气中捕获碳来产制，使其具备永续使用的潜力。F-35战机在使用该燃料的同时，也可减少对传统石化燃料的依赖。此外，洛马公司还计划扩大爱国者导弹的产能，将每年的产量从550枚增加到650枚。未来还可通过洛马最新的增强型垂直发射系统来实现多联装配置，以提升舰艇的武器搭载量。而美国海军也正推动爱国者导弹上舰计划，以增强其防空能力。如果未来能够实现陆弹海射，那么美国海军的战力将得到大幅提升。据韩联社报道，1月15日，韩国、美国和日本举行了2025年首次联合空中演习。参演选手有美国的 B-1B 轰炸机、韩国 F-15K 战机以及日本的 F-2 战机。之所以进行联合演习，是为了应对朝鲜日益升高的威胁。如1月14日，朝鲜向东海方向发射了多枚短程弹道导弹，来证明自己有能力击毁美国在日本、韩国的军事基地。又或是1月6日，朝鲜宣称成功进行了新型高超音速中远程弹道导弹的试射。当时报道称，导弹在平壤市郊区的发射场朝着东北方向发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战斗部按照预定轨道，以音速的12倍速度飞行。第一次顶点高度达99.8公里，第二次顶点高度达42.5公里，最后准确落在1500公里之外公海上的模拟标靶水域。此外，去年年底，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还称，朝鲜将坚决应对美日韩的核军事集团，并已出台了对美国的最强应对战略。因此，在去年的时候，美日韩三方基于大卫营峰会和3国防长会议，制定了一项多年期的联合演习计划，三方将紧密合作，持续实施联合演习，以应对朝鲜威胁。而此次三方联合空中演习，就是对朝鲜发出的警告之一。要知道，此次参演的 B-1B 轰炸机与 B-52、B-2并列美国3大战略轰炸机，其飞行速度可达 1.25 马赫，最大航程 1.2万公里，从关岛美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飞至朝鲜半岛仅需2小时。虽然 B-1B 不搭载核武，但其57吨的武器荷载足以摧毁任何标定目标。据自由时报报道，1月15日，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在伦敦与英国国防大臣希利举行会谈，讨论强化双边防卫合作，并于当天日英两国再度开启了名为警戒岛屿的联合演习。报道称，2023年英国和日本签署相互准入协定，
允许双方在对方领土部署军队，共同规划和执行规模较大、复杂度较高、更频繁的联合军事演训与部署行动，而警戒岛屿演习就是相互准入协定的产物。在此次联合演习中，英国陆军全球反应部队第16空中突击旅派遣了超过100名官兵前往日本，与日本陆上自卫队在九州进行演训。英国国防部表示，警戒岛屿演习有助于增进双方武装部队的协同行动能力，同时指出，英国是目前唯一可在日本领土与日方举行双边演训的欧洲国家。参演的第16空中突击旅是英国陆军的空中突击部队，由第24空中机动旅和第5空降旅的部分单位合并而成，是一支可利用直升机进行快速机动的伞兵部队，也是英国陆军唯一一个可执行空中机动、空中突击和空降任务的旅级单位。此外，在会谈期间，西利告知中古元，英国、日本、意大利3国合作的全球空战计划将按既定协议将总部设于英国，目前已确定总部地址定在了英格兰东南部的瑞丁市。同时，西利还向中古元强调，欧洲、大西洋与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安全不可分割。他表示，随着世界各地日益动荡，英国与日本等国际伙伴的合作将比以往更重要，因此英国决定将于今年稍后把航母打击群部署到印太地区，并在部署期间访问日本和与沿途不同国家举行联合演训，以捍卫印太区域和平稳定。据保加利亚军事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将打造一套完全美制的铁穹系统。铁穹系统由以色列拉斐尔公司研发，它的关键特点之一就是快速实时决策能力。其内部系统具备的先进算法，能够极快识别出可能造成损害的威胁，并及时做出反应对策。而且经常长期实战，以色列铁穹系统已拦截并摧毁过数千枚火箭弹，拦截率几乎超过90%，证实了其拦截效能。不过，这也仅仅只是针对短程威胁，对于远程导弹或者无人机等复杂武器，铁穹系统的防御效能则会大幅降低。因此，以色列经常会以铁穹系统加大卫投石锁或箭式防御系统等搭配使用，以形式更加完善的多层防护线。对于特朗普要求的打造铁穹系统，目前尚不清楚其究竟是想直接借鉴以色列的技术，还是再重新开发出一套新系统。如果是借鉴技术直接打造，那么美国确实已将部分铁穹零组件整合至自产的导弹防御架构中，并与以色列合作升级该系统。例如，包括洛马公司在内的部分美国承包商已参与到生产铁穹的部分拦截弹以及帮忙加强系统技术的工作中，但这显然还不够。要想成功实现美制铁穹，双方后续的合作力度必将升级。如果是开发新系统，那么投入的时间将会很漫长，耗费的资金也将更多，同时还要建立新的生产线，便要确保能够整合如弹道导弹、高超音速武器、无人机等，这无疑会是一个更加复杂的大工程。2024年12月30日19点33分，沃森德尔官方更新了一条活动新闻：年终双节庆，战雷迎新年。据官方所说，投身游戏收取冬日礼物，围绕战场篝火听取冬日传说，解锁独特活动载具。我们先看一下活动内容：12月20日19点至2025年1月2日19点，驰骋战场雷霆的虚拟战场，完成任务即可领取奖励。以下的铁环、挂件、旗帜看来需要完成特定任务才能解锁，不过任务看起来不难，只是需要参加不同的战斗来完成。看来有些不玩海战的玩家，旗帜是无法获得了。接下来是冬日传说开幕活动，大家看这是什么？幼师 C10 Block 60 T80UD MB151，还有雾岛号战舰。那我们如何获得这4个活动载具？官方回复：12月20日11点至1月9日11点期间完成游戏内任务可获得奖励，具体获得方法应该与波斯猫获得方式类似，例如指定击毁或者获得分数。在完成任务后还可以额外获得一个精美头像。同时游戏内折扣已经开始，还是老规矩，所有商品5折大甩卖。看来 BVVD 对本次活动还是用了点心，也预祝各位飞行员、车长、舰长们早日获得心仪的活动载具。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会如何实现停火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